潇潇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爸妈，我来是跟你们谈判的。我不希望你们离婚，不希望你们越吵越大，更不希望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散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很在乎你们，可是你们永远都没有时间陪我，永远都在忙着买房子，忙着赚钱，忙着开公司。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开家长会，同学们的家长一早就到了，只有我的家长永远都在出差，永远都没有时间。我小的时候还经常因为爸爸不在家被同学嘲笑，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自从爸爸把曲兰杰带进家以后，这个家就更乱了。爸爸经常给我钱买包、买化妆品，让我帮着盯着妈妈给你放哨。妈妈也经常给我往兜里塞钱，让我盯着我爸的行踪，随时向你汇报。我很乐意这么做，因为这么做是我接近你们唯一的途径。我做的越多，你们俩就越高兴。可是潇潇，妈妈是真爱你的，你不可以这么想。小潇，爸爸也是爱你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妈你是爱我的，我也知道爸爸你是爱我的。但是比起我，你们两个更爱钱，更爱把钱掌握在手里的感觉。这个是我公司的公章，这个是妈妈上次给我所有的房产证，还有公司这2年的利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的车，这是我所有的东西，我通通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你们两个不要离婚。我可以不要1分钱的家产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樊胜美在哪个地方？在那里。谢谢啊。小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我妹妹为了躲我，电话也不接，公司也换了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这个地方。起诉书，我写的，特意亲自给你送过来，让你看一眼。行了，我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，别在这丢人，行吗？谁丢人了呀？是谁把我房子卖了，占了我家产，让我不得不打官司呀？小美，不要这么无情好不好？咱们兄妹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眼看就要法庭上见了，你就不想跟我多谈谈？行，有什么话出去说，别在这儿说，太丢人了。就在这儿说，光明正大的，有什么？你现在不是能干吗？不是架子大吗？不是连自己家人都不见了吗？有什么不能守着大家火面说的呀？行，你不怕丢人是吧？行，我当着大伙面说，让大伙儿给我评评理，到底咱们俩谁不要脸？你那个房子，首付是我付的，房贷是我跟爸妈各一半，这有银行汇款记录的。照这么说，这房子有一大半都属于我，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我卖了怎么了？我卖了是为了给爸治病，他们的生活费是我出的，你们家生活费也是我出的，你儿子学费、生活费都是我出的。我对这个家仁至义尽，我对得起这个家。
打官司？好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个星期我不往家汇生活费了。至于以后要不要汇多少，法院判决为定。你们就花爸的退休金吧，少是少了点，起码比没有强。你凭什么不往家里寄钱呀？你不寄钱，爸爸妈妈怎么办？蕾蕾怎么办呀？所以呀，好好孝敬爸妈。爸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连这点钱都没有。打官司，我奉陪到底。我拿原本应该给你们的生活费去请律师，我让他帮我拖延时间，我就一直上诉，直到胜诉为止。我就算败了怎么了？败了我也可以拖延执行啊。我拖你个1年2年的，你不说我有钱吗？我有钱，我就是不给你。樊胜英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要照。曲曲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啊？告诉我，怎么了啊？哭这么伤心，什么事？你跟我说。嗯？什么事？你跟我说啊，有我在。我把什么东西都还回去，可是我爸爸妈妈还是要离婚。他们真的不管我了，他们真的丢下我不管我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就算他们离婚了，他们也是你爸妈，不会不管你的啊。你不知道，我爸根本就没有他说的那么爱我。他跟我说，奶奶重男轻女，重视娶人节。其实这个跟我奶奶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我明白，如果不是你爸自己也这么想，他不会这么对你。我爸他还得了便宜卖乖，他一面想着照顾他的前妻，照顾我奶奶，一面又想让我妈帮忙打理公司。我妈她多傻呀！我妈就这样同意了，就这样被骗了几10年。老赵，去年节一输就是几千万上亿，举家砸锅卖铁的替他还钱。可我呢？我挣点钱我就这么的不容易。我为了跑生意，我几10个小时连轴转，我4天飞了3个国家。可是我爸他根本就不在意，他都没有想过我得多累呀，我得多努力，我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啊，还有什么好郁闷的？这样的人何必让他勉强跟你妈在一起？与其勉强维持所谓的家，还不如让他们俩分开，对谁都好，是不是？我明白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就是心里难过，特别的难过。不难过啊！以后呢，我们俩就好好孝顺你啊。他想去哪玩呢，我们就带他去；他想跳广场舞，我们就陪他跳，对吧？他想吃农家乐，我们就陪他吃农家乐；他喜欢什么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就给他买什么漂亮的衣服。啊，不哭。老赵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把公司还有房产本我都还回去了，可是他们2个还是要离婚。这下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公司也没有了，我家也没有了，我就剩下我这个人。
孤零零的，像个孤儿一样，特别可怜。没事啊，你还有我，我养你。不会吧？客户送的，要不要喝一杯？好啊。你碰到你哥哥了？对，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在这儿上班啊，我正上着班呢，就被他堵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儿，把我一直想跟他说的话说出来了，而且声音特别大。我还告诉他，你不是要打官司吗？可以啊，我奉陪到底啊。谢谢你，安迪，是你让我发觉，原来我遇到事情都会不自觉地往后缩，也是你让我学会了主动。真的，我今天在我哥身上小试了一把，效果非常好，我好像认识到了全新的自己。这些都是你的功劳。哪里啊？其实道理你都懂，而且后果你也知道，确实就是不能妥协。我这次一定要忍住。即使我妈跑到我面前来哭，我都绝不会松口。我要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。你已经很强大了。我妈上楼，不管哪个姐妹出事，你第一个冲在前面。你真的很强大，很勇敢。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更勇敢。我今天请叔叔阿姨来，是想替潇潇说两句话。我知道自己是个外人，没资格掺和你们家的家事，可我还是这么干了，因为你们伤害了潇潇。看她那样，我很心痛。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，一直觉得很奇怪，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性格？她看得起谁，就对谁什么都好；反之，她就事事针对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她待人有2套标准，而这2套标准是你们教给她的。你们出于各自的目的，从小培养她以不同的标准待人，其实这让她很吃亏，常常被人误解。即使是这样，她还是爱你们的。她甚至放弃所有你们给她的一切东西，只希望能够一家团圆。小赵，你别说了。阿姨，我得说，我得把潇潇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其实潇潇不喜欢钱，她努力工作、努力赚钱，只是为了让你们高兴。她要证明自己不比曲连杰差，因为她只有做得比曲连杰好，好10倍，好100倍，叔叔才可能给她一丁点的爱，才会看得起她。可是凭什么？就凭曲连杰是个男的？您不是没有把家产给过他，得到了什么结果？1个亿，丢了整整1个亿啊！你为了帮儿子填补这个黑洞，甚至不惜用1辈子的心血去冒险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想过潇潇的感受吗？想过阿姨的感受吗？还有阿姨，叔叔重男轻女，你应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，为潇潇说话，而不是容忍她处处退让。更不应该让潇潇夹在你们中间，做你们博弈的棋子。潇潇不是你们争家产的帮手，更不是你们用来刺探对方的工具。她是你们的女儿。你们要离婚，我们也没办法，
以后你们怎么对待潇潇，我也没法干涉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们不要他，我要；你们不养他，我养。哪怕粗茶淡饭一点，但我会让他活得很简单，活得很快乐，活得神采飞扬，像他原本应该的样子。小美，百川，坐。哦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这一年呢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。我请你来，也是为了感谢你。这1年多，你给了我最大的心理依靠，真的。我哥出事儿，我爸中风，我哥坐牢。总之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我就会去找你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找你，你肯定在。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扔给你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替你想过，凭什么？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太理想，还没有你那些22楼的姐妹们做的多。要谢，你也应该多谢谢他们。我也很感谢他们，他们对我真的很好。但是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，海川。你我一样的年龄，一样的出身，一样挣扎在上海，想要打拼的立足。可是我凭什么对你要求那么多？我自己绝望的事情我就扔给你，我还要要求你做好，做到我满意为止，我凭什么？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把你当成了救命稻草，所以我死死地抓住你不放，我绑架了你。对不起，百川，我欠你一个巨大的人情。小美，你肯让我做事情，那是看得起我呀。我找不着别人，人不是那么好找的。人人都爱锦上添花，却不愿意雪中送炭。百川，你为我做了很多麻烦的事情，还伤害到了你的父母。我真的是丧心病狂的把你抓顺手了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自私，不应该这么毫无顾忌的利用你，对不起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小美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为了房子？是不是因为房子上没写你的名字，所以你才要跟我分手？不是，房子的事情你没有任何错。我本来1分钱就没有出，我真的挺不可理喻的，我不应该迁怒于你。你知道，我都觉得那天的我很丑陋，很狼狈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我樊胜美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。我看见小秋，看见关关，他们都为了爱情去付出、去努力、去改变。我其实也想了很多。百川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救命稻草，我都不知道我究竟是爱你，还是因为我不堪家里的重压才不肯放弃你。你这么全心全意的对我，你不应该遭受这样的待遇。我家的事情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，而不是以爱的名义
去强加在你身上，所以必须要结束这种病态的关系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我也希望是以各自独立的姿态重新开始。我必须要学会自己站起来，我才有资格去奢求爱情，我才有资格去选择是否站在你王百川身边。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帮你找了一些物业产权纠纷的一些案例。你哥不是要告你吗？我还帮你找了一些法律条文和一些案例，仅供你参考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的这番话。谢谢你，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有希望。真的。再见。怎么办呀，英琴？我觉得我好幸福啊！谢谢你。是我该谢谢你，就是因为有你在，我觉着天特别蓝，特别高，太阳特别亮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嗯。哎呦，真的，莹莹，我就感觉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就这么坐着，别的什么都不干，我都高兴。我也是。怎么办呀？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虽然我现在很幸福，可是22楼的姐妹们不幸福。樊姐跟王帅哥分手了，关关跟谢彤马上就要分开，而且也许会很长时间。虽然他表面没说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很忐忑的。还有曲潇潇，你看他平时那副样子，可是最近他偷偷哭过好几回了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也不知道能帮他们什么。我就想啊，我最擅长的不是做饭吗？我可以给他弄火锅啊！我就想把我的幸福跟快乐可以分享给姐妹们，让她们也幸福和快乐起来。好。我得搜一下
逛家居，我们新房的家居。往这边一点，这样。啊，好。你看他玩多开心啊！是啊，真没想过有一天他也能有朋友，能像别的孩子一样，高兴的玩，开心的笑。谢谢你，帮我把他带到上海来。应该谢谢小明，他让我心爱的人笑得如此开心。冷吗？我不冷，我怕你冷。是有一点点。再见，老师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慢一点，别跑，地上很滑的。你慢一点儿。跑慢一点。大哥哥带小明跑步，小明很厉害的。是小明一直很厉害。来，画板给我。就是小明很厉害的。咱回家吧。走了。今天外边好冷啊！明天晚饭我请大家在202吃火锅，一定要来哦！缺席者严惩不贷。再见。慢点啊！小明跟大家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，慢点儿。再见。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不离了，我爸妈他们不离婚了，说要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学着重新相处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福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那晚上我请你吃饭，给你庆祝一下。哦，晚了，晚上小蚯蚓请我们5个女孩子吃饭，不让带家属。不是吧？你怎么会这么的重友轻色呢？哼，那怎么对？谁让我是曲筱绡呢？拜拜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幸福？张雪萍，我爱你。小姐是，当心脚别崴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樊胜美吗？您是？我这边呢是南通法院的。今天呢打电话是想告诉你，您之前的那个案子呀，原告已经撤诉了。真的？我特意提前通知你，是想让你过一个好假期。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手续已经全部办完无误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您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回南通的时候可以去拜访您一下。不用了，美女。我表弟初中的时候很喜欢你，让我寄他递纸条。你呢非常懂事，还对我说谢谢姐姐。不像别的小美女，看着翻白眼，甚至当场撕掉纸条。今天以这种方式跟你见面，我当然是想帮一把的。好，祝你好运。哦，对了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姐妹们，我哥撤诉了，法院刚刚通知我的，祝贺我吧！
先放个玉米吧。再等一下吧，开了才能放呢。是吗？开大点吧。你看能不能把火调一调？我看之前爱情就像乐风，哇！当当当！哇，什么呀？这才是。我知道这个，那个五谷杂粮，这个好吃。哎，就你馋，大家都没吃呢。来，怎么着？师傅不发威，你想造反呢？就你这小样，你还想管我不成？管你咋地？你也不看看现在谁的底盘？听过那首歌没有啊？在我地盘嘚儿，你就得听我嘚儿；在我地盘嘚儿，你就得听我嘚儿。我看你是挺嘚儿的，你才嘚儿呢！你的，你的，喂。赵医生，他干嘛呢？怎么这么多美女围着他，还喝酒呢？这是。哎，肯定又是个巨烦的手术，想发泄一下呗。吃醋了？吃什么醋啊？这又不是1对1的。哇，旧社会式的贤惠啊！女人的鸡零狗碎，她什么没有见过呀？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感情，知道了吗 ，Andy？ 知道了。那我觉得不对啊。如果说是男朋友要求自己的女朋友不能跟异性接触，那他也不行。人和人都是平等的，不能厚此薄彼。那些都是理论，没用。不像我在赵医生面前什么脸没丢过呀，什么丑样他没见过呀。我们俩现在是灵魂共鸣，什么允许不允许的，他都会对我坚贞不屈，足够厉害的。哎，我发现你这个歪理还真挺多的啊。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挺对的，在恋爱当中呢，信任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跟谢彤，虽然接下来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了面，但我还是相信他。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经得起考验的，也相信就算很多人不看好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下来，生根开花。关关，我觉得你变了好多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比以前有想法了，真的，你这样特别好。那当然了，1年过去了，你们2个小屁孩也长大了。哎呀，樊姐也老了。这以前呀，这老觉得这30岁以后的女人就不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想着要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。可是后来想想，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将就自己呢？只有该结婚的感情，没有该结婚的年龄，对吧？我这过了30岁以后，反倒觉得轻松了，这样挺好的。我呢，就要做剩女中的战斗机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在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多自在啊！现在对于丑女来说啊，年龄才是把杀猪刀；但是对于美女，年龄只是一串数字。安娜，像你这样的红颜祸水，多的是男人为你前仆后继的。哎呦喂，我是不是得认为你是在夸我呀，小妖精？不过说句实话啊，跟王百川分手以后吧，我还挺舍不得的。以前不管怎么样，就算没有那么爱他，但起码有一个人在你身边，比你一个人要强很多。有什么事情就抛给他好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跟他分的手。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什么事情都依赖别人，我要学会自己独立去面对生活。樊姐，可是像王总那样的钻石王老五，在外面可是很多人抢的。你要是把他放走了，万一被别人抢走了，该怎么办？爱情呢，本来就是充满变数的，两个人要性格相投，要步调一致，才能修成正果。不过说句实话，王百川吧，人还是很好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我都跟他分手了，他还给我找了一堆法律上的资料供我参考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看感情；两个人分开就要看人品了。王百川人品是真心好，那也是因为你长得漂亮，你长得美呀。对呀，当美女真好，这长得美，说话都有底气。说的有点道理，但是也不应该全是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要是不美的话，小谢就不跟你在一起了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安迪的意思是说呢，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呢，是会因为你的美而相互吸引，赏心悦目吗？可是时间长了，凭什么？凭的是你的个人魅力。安迪是说你有魅力呀，小妞儿。我觉得安迪姐说的对。你看我在咱们这里面长得不是最漂亮的，但是为什么应勤喜欢我呀？还有你的小谢彤那么喜欢你，说明咱们俩还是有魅力的哦。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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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爱你哦，比心。其实真的，我觉得女孩子真的不用太在乎是不是有多美，应该自信一点。
性格魅力比较重要嘛。不过说实话，最应该批评的是你 ，Andy。你谈个恋爱谈得太理智了，热恋的时候谁想这么多呀，对吧？那个时候看所有男的都是天下最帅的，看所有女人也是天下最美的。等长了眼了，不是离婚了就是分手了，天下太平。我真的不太在乎帅不帅、美不美，我比较在乎能够心灵交流。来，我建议为了咱们的爱情，干一杯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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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现在你最幸福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我樊胜美有存款了。你知道我终于有存款了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知道那属于我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拿这些钱去填家里那个大窟窿。我要为自己而活，我不能总为别人活，对吧？我要为自己做主。就是因为遇到你们，你们教会我成长。你们知道我家里什么情况不嫌弃我，还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对我那么好，还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帮了那么多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全在酒里。既然樊姐有了新的开始，那我也一样。从今往后，我曲筱绡不靠家里，靠我自己。我说到做到。好样的，师傅，为你鼓掌。你不干掉吗？真好！哇塞，你刚没喝完。那我也干一杯。今年呢，是我这辈子谈的第一次恋爱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一直跟谢彤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能不能有个 happy ending， 但至少我现在敢遵从我自己内心活了。谢谢你们，能让我勇敢地踏出这一步，谢谢。哎，你可别喝完啊，少喝点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我是22楼里面第一个要结婚的人。明年我就要结婚了，我可能要搬出去住了。也许以后没有这种情况，我们能常聚在一起了。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22楼就是我的娘家。你们永远是我的娘家人，爱你们每一个人。比心比心比心！我是你22楼的妈。哎呦，晚安。好像是到我了。你们都说那么好 ，OK， 好吧，我也说几句吧。其实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是我自己最迷茫、最痛苦的时候，好在有你们陪着我。但是现在我有包子，而且其实我最开心的事情是我把小明接到了上海，我可以每周去看他了。所以我希望，不管你嫁人了搬不搬出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够聚在一起。为我们干杯！为明年的今天干杯！自己导航才能活得更漂亮，怎么去活掌纹在你的手上，有过绝望才懂觉出有希望，野草生长生命力却最顽强，温柔倔强也会撒娇投降，天使魔鬼都是我的样，别死闭上天起来像蜜糖，有胆就来亲口尝一尝，总有幸福在等你会在不经意降临，没有渣男的魔力，哪有这意外的结
起爱了，前提是独立闪闪，发光做你自己。爱笑的眼睛，要哭过才更鲜活，更加有自信的闪烁，是真的我。爱闹的苹果。